那这跟你要当作家有啥关系啊？我就说，就是他没有这场比武比赛，他也就不会有这灵感。我不进这个看守所里呢，我也不会有这个灵感。我这个小说厉害，我这个小说比他们那个更庞大，我这都出国了。大反派是东瀛人，他叫苟长子，姓苟的苟，黑白无常的常，儿子的子，无恶不作，十恶不赦，那就是个大坏蛋。行了行了，你爱写就写吧，不许出家门啊！你看，像我这种，就是因为出去跟苟长子干架，我才有这个灵感的嘛。我要不干仗，那也没有这灵感啊。不是，那你得出去干多少仗才能写完这本书啊？你干脆啊，去劳改队写，那儿的素材更丰富。哎爸，我行了，你吃饭吧。赶紧吃饭。老舅，咱这主角叫啥呀？霍东风。太好了，用的是我爸的名字。你爸本来就是大林三峡之首侠，所以霍东风这个名字很合适。那反派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苟长子，东瀛人。哎，老舅，那你现在写到哪儿了？苟长子被霍东风打得鼻青脸肿，口吐白沫。于是需要大还丹续命，他就派他的手下去寻找大还丹。由于他手下过于聪明，把一坨干狗粑粑当成了大还丹，给他带了回来。苟长子吃了一半，突然拍案而起，大叫：“这哪里是大还丹，这分明是绝世美食！”什么事儿啊？笑这么开心？霍小杨在讲他老舅写的新小说。哎呀，是吗？什么内容啊？你们笑这么开心？讲到大反派把臭狗屎当成大还丹吃了下去。行了，别讲了啊，准备上课吧。你那舞蹈练得怎么样了？非常好。非常好。行了，快点吧。这都多久了，为啥还不放人呢？我就一小刑警，我哪来的权利放人？来，你听着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156条规定，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后，侦查和羁押的时间不得超过2个月，情节严重的，经检察院批准，可以延长1个月。我说的没错吧？那这都多久了？哎，你说的没错，那难道是我们非法羁押他吗？哎，刑法158条你知道吗？159条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知道，都知道。刑法158条，对，理论上你们可以再继续羁押他1个月。159条，在这个基础上，你们还可以再继续羁押1个月。问题是你们现在没有关键的人证和物证，因为他没有杀人，那你们怎么给他定罪呢？那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定罪，所以我们还在羁押他呀。就是因为证据不足，所以检察院才会一遍又一遍退检。还有，你大学那会儿不是学的什么宇宙飞船的吗？怎么对这法律条文还这么……我刚考完法律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考律师？对的，你给我介绍律师不靠谱，严重不靠谱。我真的很懊恼，我很愧疚。如果当时不是因为我嘴欠，他就不会去算命，不算命就没有这个破事儿了。是你这人吧，说不靠谱还真不靠谱，但靠谱起来……哎，你别说这有的没的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？咱们得想办法了呀。有一个办法，你回去学刑侦去，啊，你把真凶抓出来，那他不就无罪了吗？你玩我？我不是玩你，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学会的。刑侦是你们的事儿，是我们的事儿啊！我们都觉得郭大炮他就是真凶，你还有没有事儿？哎，我就走了。哎，忙着呢。哎，哥，哎，上回我带的那个小女孩在这吃肉的那个，我说我都结账，她那小孩来过吗？来2回了，就搁门口转悠，不敢进来。我出去喊他，撒丫子就跑了。哎，这孩子，你下回啊，你就拽住他，跟他说别怕，让他吃饱。行，你给我烤30个串儿。
我5个馒头片，我打包。行，哎，我50串了。行。哎，上回我跟郭大炮在这儿聊天，我说让他找一个算命先生，你听见了吗？没有啊，咋了？没事。爷爷说啥呢？他说他不让我吃这些烤串，因为上回你带我吃烤串回来以后，我拉几天肚子。哎，吃太快了，你慢点吃啊。叔，我律师证快下来了，到时候我可以替大雷亲自辩护。薛大爷，你知道户小阳要表演独舞吗？知道啊，他要表演什么？亲子约会，我教他的，他现在自己练呢。啥意思啊？没有，挺好。爸，你自己倒水啊，我正赶稿子呢，同学催呢。写多少了10万字，还差2、3万。你书名叫啥呀？《沧海喜见录》。哦，这名字不错。厂里最近联系你了吗？没联系我干啥？我律师证可下来了，他说我当律师，谁跟他们鼓的那个古董机器？儿大不由爷呀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你成天说要突破瓶颈，这我也希望。总之你记住了，你不是光棍一个，你上有老下有小，别人家就1个孩子还好说，你这儿可有俩呀。以后可不只有俩了。还有谁啊？我开玩笑的。书接上回，这天，霍东风走过了一个小树林，他发现一个女侠倒在了小树林里。那个女侠呀，长得年轻貌美，霍东风当时就觉得惊为天人。于是，霍东风掏出了自己的独门解药。可是，当女侠醒来的时候，误以为霍东风就是刺伤她的那个人。于是，女侠直接拔出宝剑，刺向了霍东风。恩将仇报呀！太可惜了。那接下来呢？霍东风被女侠刺得奄奄一息。这时啊，女侠才反应过来，是自己错怪了霍东风。于是，女侠找来了一匹快马，两个人就这样骑着快马赶往了女侠的家。然后几个月的时间，在女侠的呵护下，霍东风的伤终于好转了，功力也恢复了9成。这太惨了。那这个女侠和霍东风结婚了吗？这个得明天再讲，咱们明天再讲这个故事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别讲了！还有，这个故事的女侠叫什么呀？总得有个名字吧？是啊，快说快说！还是快说吧。崔小红。老幺，最后女侠和霍东风在一起了吗？秘密，你舞蹈练得怎么样？非常好。给我们瞧瞧。
非常好，我这个水平是指不出你有什么问题了。默默老师，您觉得呢？我是学民武的，不懂这些，不过看起来还不错。哎呦，我替二胖谢谢您。哎，默默，我要是能成为著名作家的话，你觉得我这根钢笔能卖多少钱？1块。我买的时候还8块多呢。但是你想想，你要是想成为著名作家，到时候你这支笔得破成啥样了？钢笔尖估计都得磨没了，现在已经够破。那有些东西就是越破越旧越好啊，比如说古董。那是因为人家那些都是古董，起码几百上千年了。哎，你这支笔刚用多久啊？况且我们班好多同学笔都跟你那一样。那我这支笔贵，不能是因为这是我用过的笔吗？你用过的笔凭啥就值钱？再说谁能证明你这支笔是你用过的呀？要不然你今天也用我的笔，让我的笔也值钱。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为什么这么喜欢和我抬杠？因为遇到不靠谱的人就是要辩论，不然会使他变得更加不靠谱。我怎么不靠谱了？你干任何事都不靠谱。比如你说要给我买的夏利车在哪儿呢？就知道会是这样。好，今天我让你见证买夏利车的过程。我的稿子写完了，我的同学在出版社，待会儿我会去见他，你可以跟我一起来。我不去，我今天要去学舞蹈，你忘了？那你就少了一次见证历史的机会。你可以去吗？哎，老舅，等我换好衣服。待会儿等人来了以后，你慢点吃啊，感觉好像我不给你饭吃一样。那我能再要5串肉串吗？我看你都没吃。行啊，等你长大了，我把这个串店给你盘下来，让你当老板，想吃啥吃啥，好不好？那可太好了，这是我的梦想。这边。哎呀，来的稍微有点晚了。来，坐。哎呀，这你家公子啊？我姐这孩子。你姐长得就好看，你这外甥长得，你觉得跟我是不是有点像？眉宇之间那轮廓上看聊稿子，聊稿子，看了，太有才了，行文非常的流畅，情节非常的曲折，但我确实是没跟我们社长说呢，因为啥呢？有几个问题我想跟咱们再探讨一下，然后我稍微改吧，我再给社长发过去。明白这个书的主角叫霍东风是吧？咱本地那个流氓头子是不是也叫？咋了呗？好，你先听人把话说完。咱上高中前不是有什么大林三峡，我总能听到这名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吧，这名就别动了，因为这个重名的多了。再一个就是这个咱这是全国发行的，对吧？其实无所谓。而且霍东风本身这名字就挺像大侠的名字，对吧？哎，行，这名都小事儿，咱不改。咱聊内容啊。内容方面吧，我觉得，你能不能让你外甥就出去玩个游戏机啥，玩半个小时再回来？为啥呀？有点少儿不宜。你这样他也能听见啊。你把串拿出去再热热。快。多吃点啊！哎呀，胖孩儿。咱开始聊啊。好，咱这个书所有的内容啊，这个人物啊、门派呀、侠义精神呐，这些全都没有问题。问题就出现在这个主角太正经了。你现代的读者都愿意看点带色儿的，你明白吗？你这书里一个光腚的女的都没有，一点那种情节都没有。你说这书谁能愿意看？那你是想让我写黄色小说？
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你每隔10几页，哎，你来上那么一段，我相信以你的文笔，这种情节你肯定能描写的生动刺激。我告诉你，就照我这么写，这书至少卖2万本，但要照你现在写法，100本都卖不上。我明白理解，我可以写，但是你觉得我在哪儿写比较合适呢？加进去很好整。这个主角这个霍东风，跟女侠崔小红是不是得有段床戏，对吧？然后那个反派的大女魔头，他俩再来一段，那多刺激！你要是说能把追捕他的女神谱，他俩再写那么一段，那这书太刺激，全带色儿，太愿意看了。哎，你觉得让霍东风跟他的兄弟们来点床戏怎么样？妈，那太好了！这书能卖1200万本。我跟你交流艺术，真的文学创作，我后悔这么多年，这个事真太有精神。你帮我把这条给老板。那行，我先去尿泡尿。那你要你来了，今天跟你聊完之后，真太好了，激情范儿。哎，那个，哎，老板，来，条给你，大作家的纸条，收好，以后成名的时候你看。太好了，这62，啥玩意儿？62，穿62。这串儿我一串没吃，跟我有啥关系？不是，这不是你吗？这个。搁哪买单？到吧台。包。谢谢。哎，串儿打包不？不要了。就是你，幸运的女孩，一天一个微笑给我，交出爱，让我们调个色彩，打扮青春缤纷的年代。Honey, you know I love you， 给我你的星座，一起改变古老的天空。Honey, tell me you love me， 不要泄露秘密，我的心是你的乐器。带着你的爱情，带着永恒的幸运，慢慢靠近我的心。明天夜空会有传奇，那是我们的星座，永远亮着我和你。哎呀，这小模样，这长得像谁呢？海龙。来，小妈妈。来，高兴啊，高兴。那个，我提一杯啊，哥。感谢大家参加我儿子的满月酒，我那个干了，大家随意。以茶代酒啊！啊，谢谢。回去。小孩真好玩，长得来，叫人干爹来。人家才满月，哪吒呀，他叫出来，你敢答应吗？我替他叫，干爹，干妈。这是锅包肉吗？弄得跟疙瘩汤似的，这啥意思？怎么会这么做菜呢？这不是张大厨被巨福楼给挖走了吗？人家那儿工资开的比咱这儿高1倍。原来崔经理在的时候，他不好意思走，所以我都没好意思请崔经理，怕他来了生气。小声点吧。哇，太咸了。你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小孩啊，就这么大最好玩。这排骨真是我吃。哎呀，你就别吃了，你还。等他长得跟梦梦一边大的时候，开始气你了，你等着吧。他专门气你，谁让你那么不靠谱？这谁说的？这我崔哥老靠谱了，干啥老像样的。这回你再考上律师，那就老厉害了啊！哎，他像样，他能被停止？我听说你们要买登丰宁了，他肯定首当其冲，指定第一个。我从小到大什么都是第一，你等我律考，等我律考成绩。闭嘴吧！哎妈，确实太咸了，不吃，自己吃。喝点水，再给你倒点。嫂子，我这人从来不插话，但今天我得插句公道话。我崔哥，他不在厂子干了，他出去干点啥都行。那崔哥体格子，扛个沙子，啥体格子？蹬个板梯啥的，都行吗？哎，一个啊，工大的毕业生扛沙子。哎，我跟他结婚的时候，我还真看了一眼他那个大学毕业证，我瞅着不像假的呀。
但你看他每天这一出一出，你看像个大学生吗？我像不像不重要，我就是。哎，你尝尝这狮子头，这就是馒头。哎，你尝尝，来。大家都吃的怎么样了？呀，挺好挺好，谢谢汤经理给打折啊。客气客气。来，这是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这是给孩子的，又不是给你的。哎呦，这声音洪亮啊！哎妈，你小点，以后必成大器。小点声吧，吵吵把火的，给孩子再吵吵气。汤经理，坐下来喝一杯吧。不了，还有其他客人，你们慢慢喝。对了，过几天有好消息告诉你们。啥好消息啊？你快说呀！过几天再说，你们先喝点。行，汤经理慢走啊。你说这挺大个人，下手没轻没重的，还得吵吵把火，拖着点脖子。他不就是一经理吗？你没必要这么哈着他。你这打击面可太广了。以前崔经理在的时候，我没尊敬他吗？不是，那他跟崔大爷能一样吗？那咱尊敬人应该的。你看他那个样，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是吧？你凭啥说人家不是好人啊？就你是好人。你看这话，我不是好人，你能嫁给我吗？吵了把火呢。我还不是好人，你能嫁给我？我不是好人，我不是好人啊！来，哎，吃饭吧，吃点这卤货吧，也就这能吃点。啊，这孩子真可爱，长得小猪羔子。什么话？跟你太像了。真羡慕你啊，啥都不用想。你说我这个，帮我姐养我外甥。现在又多了个郭大炮的女儿，还有他爹。我也想像你一样，每天做做数学题，无忧无虑，最快乐。你赔！我都说了不跟你玩，你为什么非要玩？你别弄他了呀！咋的了？他把我跟我同桌借的小孔眼镜弄坏了，我跟他说了好多遍，别让他玩，他非得玩。眼镜吗？那坏了不再买一个不完了吗？就是啊，这是高科技，100多呢。行了，来，进屋来，来。这啥高科技啊？这100多，为啥呀？说是高科技，能治疗近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哎，行，别哭，再买一个。当下学校里流行的小孔眼镜，老舅发现了商机。老舅和我舅妈去我姥爷家了，你猜我老舅干什么？不重要。为什么不重要？你爸是去打狗还是撵鸡？有那么重要吗？这次太靠谱了。上次写小说不也这么说的吗？我看肯定是没戏。你们俩就是一伙的。二爸做的好吃，那鼎庆楼的菜没法吃。是，你这半宿半夜的跑我这儿来，就是要投诉鼎庆楼的饭菜不好吃，我也管不着了。不是，这不是正事。爸，您看这个，这不是二胖整换的眼镜吗？啊，这怎么又弄成这样了？你们爷俩真是一个比一个能做。我让爸看的。啥呀？怎么连镜片呢？那个让二胖给弄碎了。您就看那边那个，您戴上试试，就有一种
管中窥豹的感觉是吧？但这个呢，哎，它就是现在号称高科技小孔眼镜，外边卖100多。这有什么科技含量啊？您说的太对了，我也研究了一天，这什么高科技呀？这伪的呀！它得有什么技术含量呢？镜框就是普通镜框，这材质的眼镜片更是到处都有。所以呢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你又有了？你才停止多长时间？你卖过唱，摆过旗摊，写过书，咋的？卖眼镜啊要？是这样啊，这东西的成本也就5块钱，可是他们在市面上卖100多，这是何等的暴利！这不是奸商吗？这不是欺负人吗？100多块钱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，那不是谁都能承受的。我要做的事儿就是把它的价格降下来，让每一个近视的小朋友都能够戴上便宜的小孔眼镜。啊，你拯救了全市的小朋友。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，我就定价在19.9块，20块钱都不到，这普通家庭绝对能承担得起，成本也就13、14块钱，我赚个毛6块钱，没什么大问题吧？您像霍东风在鱼市里边靠这个商品流通环节加价，他是挣着钱了，但是他不创造价值。我要做的事情不一样，我既为社会创造了价值，也为社会做了贡献，同时我还赚着了钱，这可不是2全其美，3全其美。需要多少钱啊？启动资金10万。你们有多少钱啊？不到5万。行，剩下的我出。爸敞亮。好好干，要干就干利国利民的事。必须的。明天你们谁跟我到银行取钱啊？我觉得我这次能赚一大笔。你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。我现在就关心你的律师证啥时候能下来。你虽然做生意不行，但你这嘴儿好使。等我拿律师证，我就给郭大炮打官司。他这官司不好打，我一战成名，以后好多人会来找我。这事儿我已经跟郭大炮他爸还有他姑娘都说了。你已经说了？你律师证还没考下来就说了？你能不能别总干这种屎还没拉下来就先把狗喊来的事儿？这比喻吧，倒是比较准确，但是太粗俗了。这算粗俗吗？你知道我每天下班前，我得花多长时间给自己做多少心理建设，我回家看到你，我才能不骂你吗？等着吧，你会为我骄傲的。以前啊，鼎清楼张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啊，常说一句话，把爱好跟赚钱结合起来，那叫出息；如果把爱好跟赔钱结合起来，那叫败家。我知道你的能力，你好好的把自己的能力和赚钱结合起来，啊，做个有出息的人。厂子里那工作呀，不干就不干吧。要不怎么说你是我亲爹？你别让你亲爹操那么多心就行。我就陪您溜达到这儿啊，我得去火车站。啊？我已经订好了，去温州进货。你这么雷厉风行啊？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瞧好吧您。从改革开放以来，咱们全市最大的独立运营的国营饭店只有7家，现在其中3家已经被个人承包了。现在上级指示，咱们鼎庆楼也将由个人承包，自负盈亏。当然了，咱这个饭店不是谁想承包就能承包的，那是需要一定的门槛，比如承包费就要先付25万。我呢，是肯定有意愿承包的。我保证，我承包以后留下的员工
工资每人每月涨150到300块。当然了，咱这次承包啊是面向全社会招标，虽然我希望很大，但是也希望大家都支持我。必须支持。 90年代初，国企的铁饭碗被打破了，不少厂子都转给了私人承包。只这冰山一角，那些机灵的就逮到了商机。个体小商铺是越来越多，大伙儿还在厂子里唠闲嗑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嗅着改革的风，在新的行当里闯荡开了。师傅，帮我把货搬到车上，拉到厂子，30。 40， 35不讲价，38不讲价，37马上走，38。哎，走。国明回来了吗？没呢，爸，说是今天到家。我还以为国明有啥事儿呢。他没事儿。鼎庆楼说要改个人承包了，5年。给谁承包啊？ 说是公平竞标，然后竞标前呢，得把这1年的承包费一次性交齐，25万。那得，多长时间交上？就这2月呗。那现在有人承包吗？汤总想承包，那鼎庆楼落他手里不废了吗？爸，现在那俩厨师都跑了，老顾客都有意见。爸，咱们承包吧，您继续当经理。 咱家钱不够啊。哎，谢谢。你姓崔吧？啊，你是？你不认识我，但是我认识你。 那你是谁呀？我认识你姐夫，霍东风。头些日子呀，刚出来，我们还没等见着面呢，明儿又进去了。他这人啊，就这性格，仗义，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犯过事儿，全是为朋友。他今年47岁，虽然少管，这24年，外边23年。 你是他哥们儿吗？你知道不知道70年代后80年代初那阵儿，咱们大林区三峡呀，你都认识？你姐夫大侠，我2峡。哎，下边坐着。 挡上我视线的，哎，马上。你拿着。小崔，哎。 找钱？哎，不找，说好的38，您拿着吧。我干活的，不是要饭的。川子哥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爸，你是去建筑队上班了吗？身上咋这么脏？那你爸不是工人阶级吗？咋的？嫌弃我呀？你知不知道是工人创造了你们的幸福美好生活呀？这电视，你看笔、橡皮、铅笔盒、收音机，还有这厨房里边的刀子、勺子、小饭茶、手电、蜡烛、盘子、碗，全部都是工人创造出来的。
哪个是你创造的？很好。那我要告诉你，我很快就可以创造。好，呵呵。干啥？老舅，我知道你想干啥。说说。小孔眼镜。我倒不是对汤经理有意见，我就觉得肯定经营不好鼎庆楼。那鼎庆楼是爸的心血，也是我工作10几年的地方。不是想当老板，就是不想看几10年的招牌被人给糟蹋。咱们真的能竞标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但是得有25万，就剩2个来月，咋整？差不多。啥玩意儿差不多？等我小孔眼镜赚了钱，就差不多了。睡吧，明天7点钟我起来开工。对于老舅这样工大毕业的高材生来说，做小孔眼镜就是小菜一碟儿。几天时间，他就做出了比市面上更上一个档次的产品。19块9，小孔眼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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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块9，小孔眼镜。小孔眼镜，崔哥，小孔眼镜，19块9。哟，杨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19块9。不过呀。19块9，小孔眼镜。卖什么呢？小孔眼镜。小孔眼镜。保护视力的，我自己生产的。你自己生产的？是。挺厉害呀，我试试啊。你试。小孔眼镜。啊，哎呦，这么多口呢。我戴上好看吗？你戴啥都好看。19块9，小孔眼肯定。19块9。多少钱？19块9啊。19块9。我买。哎，别，你不能买，你拿几个？拿几个？我拿什么拿呀？19块9。哎呀，你做生意，你创业，我真是，哎，我用不了那么多。咱不戴，你不戴，小姐，哎，不行，我得把钱。哎，你上车，小姐，来，上车。哎妈，吓我一跳！走，快！哎，拜拜。崩的时候为啥不喊一声？我故意的。为啥？你这是卖东西跟我们打招呼了吗？我叫吕军，天天在这儿。你是大林三峡的吕军吗？正是。幸会。告辞。这眼镜在外边卖100，我12块钱给你，你可以卖19块9，每一个净赚8块。你上次给了我10块，就在我这儿把人给削了，这次你得做多大个事儿啊？这回不削人，只赚钱。不行，你得信，挣了钱你就信了。行吧，那先留2副。2副够吗？我怕2副都卖不出去。不是，
你关门干啥？啊，我冷。你把门打开，我留师傅。行。刚才说好了啊，再加5副，15副啊。行。爸，你今天又为咱家美好生活创造了多少？今儿第一天业务还不是很熟练，卖了13副。你弄了1万多副眼镜，按照你这速度，也就差不多3年就可以都卖出去了。我是一个好的产品制造者，我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并不代表我是一个好的营销者。在营销方面，我确实有所欠缺。呵呵。老舅，我帮你卖。你咋帮我卖？我拿到学校去卖，我们同学一定会买。你很聪明，这是个好办法。我明天先给你10副。不正经也无妨，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。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4天王，别碰，那是他独家珍藏。他非要站在浪潮上，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，走街串巷，哼着东北的粤语腔，那段背起行囊的路途就不漫长。人生啊，我们谁都不擅长，偏要折腾个模样。只要念念不忘，总有回响。有你在我也不算流浪。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，不是高楼林立，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。老磁带里播着崔健，一口酒配1碗面，日子一天一个样，背影模糊澡堂的烟。不信星座也不信命，他说天才不写简历，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。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，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。人生啊，我们谁都不擅长，偏要折腾个模样。磨破了手掌，握住了梦想，跌跌撞撞也活得滚烫。